所谓的认知啊，我们的言语、思维啊、记忆啊、感知啊，对吧？这个东西本身就很抽象，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皮亚杰又把这个抽象的东西搞成一个更抽象的理论啊，所以很多同学学到这一块学的很累很难，这也不怪你，大家普遍的反应。但是我会用尽可能的，就是怎么说，举例子的方式啊，具象化的方式，帮助同学们把非人话转化成人话来学习。好，皮亚杰，大学霸，对吧？大学霸，10岁就发表人生第一篇论文，有多少同学20岁还没写过论文，都不知道怎么写的？那这个一辈子写了50多部著作啊，是多个学科的博士啊，绝对大学霸。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在皮亚杰这一块出现了一个这么综合、这么牛逼的理论，也叫做发生认识论。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脑子里头这个思维、这个智力、这个认识是怎么发生的？行为主义说我看不到，我摸不着，我没法研究，我做不到。那皮亚杰我偏偏挑战我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东西。好，你看他的理论之所以那么抽象啊，是因为它综合了多个学科：生物、逻辑、心理学。哎，你会发现很多心理学的大牛大咖都是出身于哲学、医学、生物学啊，这跟我们心理学的诞生有关系。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必须有一个多学科的渊博的背景，才能出现更高级的心理学，是不是这样子的哈？好，我们来看皮亚杰，你从4个层次来学习他的理论，就是你要回答4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发展的实质和原因是什么，对不对？什么是发展？第二个就是我发展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第3个是我发展会形成什么样的心理结构？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认知发展要分为哪几个阶段，不断的让你的脑子啊变得更加的发达。4个问题，解决这4个问题，他的理论就没有问题了。哎，皮亚杰很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好，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的实质和原因是什么？哎，他认为认知的发展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哎，建构，你会看到，包括维果斯基，在我们的教育心理学里边，他们都是建构主义学派的先驱人物。建构主义是一个大的学派，它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后面一句话：什么叫建构？个体在和环境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实现自己的心理发展，这个叫做建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可以很形象的解释啥叫建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发展呢，是建构自己内心的房屋。怎么建呀？你自己的内心是一个主观能动性的，对吧？那外界的材料给你的都是一样的，给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有砖有瓦有石灰有水泥，对吧？你拿这些材料，你自己各取所需的拿材料，建构自己内心的房屋，最后大家彼此之间建构出来的房子是不一样的，有高楼大厦，有别墅平房，对不对？那所以说彼此之间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建构起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个体和环境不断的相互作用，这叫做建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解决这个发展的实质的问题。他先说了一句，发展的起源呢，并不起源于先天的成熟，也不起源于后天的经验。先天的成熟，你比如说生理的，尤其是神经系统的；后天的经验，社会经验，跟别人打交道，对吧？他认为是起源于动作。很多同学看到这儿非常不理解，一想到动作，哎，立马就想到跳个广场舞啊，然后呢，做个社会摇啊，这叫做动作啊。第8套广播体操，这叫动作。不对啊，这只是我们狭义的动作，广义的动作。皮亚杰这里更指的你的思维的思考的动作，就脑子里你的思维怎么样去思考、去运转的，这个叫做动作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广义的。它进一步解释，所谓的动作是啥？它是主体对客体的适应，这种适应是一种动作，是认识的源泉。哎，就刚才说了，你的小苹果是以这个跳小苹果、跳社会摇，确实是动作，对吧？但同样的，你的思维也是一种动作。那么在广义上，我们的学习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动作，包括你的考研是不是一种动作？哎，这就是你要对主体通过对客体的适应。主体是你自己，客体是什么？是外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哎，你为什么要去考研？为什么通过学习要去考研，要去升更好的学校？就是你会发现你不适应了，你要毕了业之后，以你当前的水平，你觉得找工作不甘心，对吧？你心里不适应，
你觉得这个环境对你的挑战还会要求你更多，所以我要通过学习，通过考研，对吧？产生更好的适应。那什么叫做适应了呢？对吧？我们接着解释，就跟套娃一样，什么叫适应？就是你和环境取得平衡了。哎，你这个时候你觉得我甘心了，对吧？我取得这个成就，我满意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适应，你就不会去折腾了，就不会去发出各种动作去折腾了，对不对？这叫做适应了。那适应主要是通过同化和顺应，后面我会说这两个关键词。OK， 达到的适应。哎，你看，它就像套娃一样，他认为心理起源于动作。啥是动作？动作是主体对客体的适应。啥是适应？是主体我们对环境的一种平衡状态。所以，当我们心里觉得不平衡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很纠结、很不关心、很不满足的时候这恰恰是你要快速成长的时期不要害怕面对内心的纠结，越纠结越是代表了你要通过动作要有更好的发展。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金光灿灿的这句话就回答了一个实质和原因，要把它记住。主体通过动作对客体的适应是心理发展的真正原因和本质。你通过学习，对吧？通过考研对当前社会挑战的适应，是你这个发展你要去这个升学的根本的原因和本质。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这4个你只去记关键词就行了，后面的解释听我说，你能听明白就行，不用去背诵它，对吧？我给大家添的解释，要不然光对关键词你是机械性的记忆，你要去理解它。成熟、自然经验、社会经验和平衡。什么叫成熟我们先来说，前面学了一句话，他认为皮亚杰认为我们的心理既不起源于先天的成熟，又不起源于后天的经验。那么不是起源决定性因素，而是影响因素。先天的成熟1，后天的经验2、3，对吧？自然经验和社会经验都有了，它们不是决定因素，但是它们是影响因素。先天的成熟机体的成长，特别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成熟，它指你的发展获得物质上的可能性。举一个这个比较残酷的例子，比如说你没手没脚，可以身残志坚的来学习，但是你脑残，你没脑子，你真的没有办法学习，你没有办法发展你的心理的成熟，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心理发展的物质基础。你生下来你脑残了，那你没办法生而为人，成为一个有心理高级机制的人了。这个第一个成熟会影响。第二个和第3个就是后天的经验。后天的经验分为2个，一个是你和自然打交道的经验，一个是你和人打交道的经验。和自然就是自然经验，和人是社会经验。自然经验里边又分为2个，物理经验和数理逻辑经验。这个讲的就比较多一些了，你大概去了解一下。物理经验没什么难的，就是小孩子先习得的是物理经验。比如说小朋友学习这是香蕉，开始了解它的一些物理特征，他先学到的看到的是黄色的，是月牙形的，摸起来滑溜溜的，吃起来甜甜的，这都是它的物理特点，对不对？那么再往下发展，小朋友有了大概的运算的能力了，他开始知道了数理逻辑经验。你比如说他这个里边他会查数了，一共5个香蕉，那么我吃了1个，还剩几个？还剩4个。这个叫做数理逻辑经验，它要更抽象，它要比物理经验形成更晚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学会这个什么算数了，对吧？学会守恒了等等。那接着往下，这是物理。那社会经验是什么？我们人和人打交道，怎么打交道？通过什么？通过语言呀，我们接受教育呀，和别人建立人际关系呀，对不对？这个叫做社会经验。那么最终呢，还有一个影响你发展的就是平衡，机体和环境的平衡。我们说只有不平衡的时候，你才能促进你的发展。当你平衡的时候，你就瘫在这里了，瘫着多舒服呀，干嘛非得那么辛苦的奔忙，是吧？岁月静好多好呀，干嘛要负重前行？是因为你内心不平衡，你才要负重前行，同学们，对不对？好，所以说不平衡是好的，平衡了你反而不发展了。好，再往下看，发展的结构，就是我们发展形成了什么结构？这个非常重要，同学们这4个关键词当做重要的名词解释，要会自己去解释。前面我们说影响因素，你了解关键词就行了。
这个你要自己会解释关键词，图式、同化、顺应、平衡，就是图式怎么样要去升级呀？通过同化顺应达到更高的平衡，这个图式就升级了，是不是啊？那什么叫图式啊？在认知里边，你会发现我们学认知心理学啊，根本就没有动作这回事儿了，都是谈图式。哎，那动作不是心理的起源吗？为什么不谈了？因为动作呢，它的组织和结构放在你的脑子里，储存在你的脑子里，叫什么？叫图式。我们得给它找一个更高大上的词儿，叫做图式，是不是啊？那动作的组织结构啊，这些动作在相同或者类似的环境中不断的重复而得到迁移概括，形成了图式。这是什么意思？哎，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对不对？你家的如果有这个7、8岁的小朋友刚开始学算术，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图式了。他一开始学算术，1加3等于几？他一定通过这个动作，那个手指头啊，一个啊，我再借3个1、2、3，然后再查1、2、3、4等于4，对不对？你要让他这个查7加8，他甚至都得把脚趾头给接上，对不对？这是外显的动作。那如何就他，比如说他反复的练习、反复的迁移之后，还用伸出这些动作嘛？脑子里的思维就变成了脑子里的思维动作，马上就能够给你报出数来。这就是动作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不断的重复而得到迁移概括，形成了你的认知结构里边的图式，自动化了，不用外显出来这些动作了。哎，理解了吧？好，那么图式啊，你不要看到图式它就是高大上的，它有些图式就是很低级的，来自于遗传。比如说人类对恐惧的图式，黑暗、火、蛇，这都会引发我们的低级的恐惧图式，遗传生来就有的。那比如说这个，包括你的这个吃饭啊，这个吃东西的图式，最低级的是什么？吸吮、吞咽，哎，这是最低级的图式啊。那我们如果是想要适应这个复杂的环境，你的图式是不是太简单了？是不是？那怎么办？不断的改变啊，不断的改变，不断的丰富，通过同化、顺应、平衡，演变出新的图式来。我们带着出厂设置，出厂设置太低级了，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换代，通过什么？同化和顺应。好，我来讲一下怎么同化，怎么顺应。同化是把新经验纳入到机体已有的图式中，以加强和丰富主体的动作，就是举一反三。又比如说，你学会一个加法图式放在这里了，那么接下来啊，你学1加3、1加4、1加5、3加5，对吧？这都是加法图式，它不会动摇你的这个大图式的，你只是下面学不同的例子罢了。它只有什么？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啊，没有质变。这个加法图式是不会变的。结果有一天我问你，你说1加3等于4，那么4减1等于多少？哎，你不行了，你卡在那里了，宕机了。这是什么？你要改变现有图式，你纳入和适应新经验。加法图式 hold 不住，我这个时候要干嘛？要赶紧更新出来一个减法图式来，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质变了。我学了减法图式，我再学5减1、6减1啊、6减5，这都是下面的一个什么同化了 ？OK， 这个通过这种的顺应，你可以建立新的图式来，那再建立乘法，再建立除法，对吧？不断的把你的这个运算图式变得更高级。平衡是什么？平衡是同化和顺应导致的适应。哎，你适应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题，你这个加减乘除法的题会做了，说明你平衡了。不会做怎么办？不会做再去打破它，再去形成新的图式。所以说每次的平衡都是暂时达到的，你不要想一劳永逸的，我就要人生要安逸了，要躺在这里了啊！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你下次开始的一个新起点了。我们要不断的去往上走。这个叫做不断的平衡，所以说发展形成的结构是什么？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你会发现平衡很特殊，它又是我们的发展形成的结构，又是影响因素，对不对哈？我们影响因素不平衡，所以发展出来一个更高级的平衡。好，我再用一些大家好理解的方式再来解释一下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比如说吃。一说到这个，吃货们都可能会比较精神啊，一听就懂。好，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有没有动作，对不对？有同学可能前面抬杠，心理起源于动作，抬一个什么杠？
老师，那你比如说有些人比较的不幸运，他出生就是全身瘫痪，对不对？出生全身瘫痪，他难道就没有心理吗？啊，你这个很简单，他如果出生全身瘫痪的话，是吧？他起码能吃奶吧？不吃奶不就饿死了吗？有同学说也不会吃奶，我靠葡萄糖，我给他打针，那他会不会喘气儿？喘气儿是不是动作？是不是？你说完全没有动作，我连喘气儿、连吃奶的动作都没有，那这个人就是死人一个，那何来的发展呀？对不对？不要杠这个东西，确实起源于动作。OK， 那比如说一个小 baby， 他的最初的吃的图式是什么？是吸吮吞咽。哎，这个吃奶可不用教啊，你要教这个，你这个人就废了。他是不用教的，这是初始的这个低级的图式。那么童话是什么？童话就是他在这1岁长牙之内啊，他不只吃奶，我喝个果汁儿，喝个米糊，对吧？喝个粥，这是不是都可以啊？对吧？凡是喝的、吸吮吞咽的，我都可以，这叫做童话。那再接着呢，这小朋友啊想吃肉，对吧？看着爸爸妈妈天天在家吃肉，很眼馋。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要顺应出来牙齿增加了咀嚼的图式，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吃上肉。那平衡是什么？平衡就是吃的越来越好，吃的越来越饱，这个叫做平衡。那我们在吃的这个图式里边，你前面啊长牙吃肉了，对不对？那有个咀嚼图式，那你再长大之后，我产生一个新的点外卖图式啊，我这个世界之大，什么吃的都有，只要我能点得到的外卖，我都能吃上。好，那我再去顺应一个什么？再去顺应一个自己做饭的图式啊！我想吃什么自己做，对吧？我想吃什么口味的，我自己来。这都是不断的顺应，帮助你把吃货的图式变得更加的广阔，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是这4个结构，一定要记住它。到了非常重要的认知发展4阶段，哎，那这个时候你要记什么东西啊？就是在这个阶段的名称。它的年龄跨度以及它这个阶段的思维特点是什么？这里边有一些关键词，我给大家解释。首先啊，皮亚杰有个基本思想，认为心理发展是连续阶段和顺序的，对吧？它在连续的过程中要划分一些质的飞跃的发展，那并且这些质的飞跃的发展呢是有顺序啊，从低到高发展，总共有4个阶段，而且是对思维的发展进行定义的，不是别的。第一个叫做感知运动阶段，0到2岁。感觉知觉，运动是动作。好，我问你，感知你学了普心了，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特点？感觉知觉是什么？它要直接作用于感官，物体要直接作用于感官，对不对？那么动作是不是你也直接操作于这个物体啊？所以他们3个有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小朋友必须看着这个东西，手把手的操作这个东西，才能进行思考，是不是啊？所以他这个思考水平是非常低级的，形成某种低级动作图式啊。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个阶段，在1岁左右吧，啊，书上有一个大概这个一个年龄阶段，在1岁左右形成客体永久性。什么叫客体永久性？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需要解释哈。客体永久性就是当客体从你视野中消失了，那你依然认为这个客体是客观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不与你看得见看不见为意志转移的。这个我们当然理解，说这么简单，小朋友还要学吗？要学的。你不要一长大自己成为王者了，回过头来就忘记你是怎么从这个小的低级的状态长大的了，对吧？一回头就开始鄙视人家低级的状态了。哎，你比如说，这就是皮亚杰做的一个实验，证明这个很小的 baby 没有客体永久性。就是比如说，这个小朋友面前给他放一个小玩具小象，哎，这个小朋友非常感兴趣啊，就是要伸手摸它，要玩它。哎，那这个时候当着他的面呢，用一张 A4 纸把这个小象给他隔开，让他看不见了。这是侮辱智商的一种操作。结果这个小 baby 就不再去找他的小象了，也不再想他的小象了，就是他非常的是及时行乐，我看不见这个东西就从我大脑中消失了。就是这个时候你还没有什么客体永久性呢，是不是啊？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思维叫做感知动作思维。我如果没有直接看到它，没有操作到它，那它这个就不在我思维里边了。那1岁左右有了这样的一个成就，我看不到了会怎么样？我知道它还存在呢，我就要想办法的扒拉开你这张纸，我去找它，对吧？当小朋友有了客体永久性的时候，
哎，你就不太好去藏那些零食了，你自己没办法偷吃了哈。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是客体永久性。那这里边还有一个 A 非 B 错误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哪怕形成客体永久性了，那你的感知运动思维还是比较低级的。A 非 B 错误非常简单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就比如说玩一个这个藏东西的游戏啊，每次我给我的小杯士都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把我的这个小球放在左手，放在左手，然后慢慢的合上啊，右手也合上，问他小球在哪里？他也不傻嘛，他已经有客体永久性了，他会掰我的手，左手去找这个小球，对吧？然后我反复多次都在左手里边，他都是掰着去左手去找球，看起来很聪明了，已经有客体永久性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当着他的面呢，把左手的小球呢，移到右手，对吧？还得给他展示一下，这时候空了，然后再合上手，问他去哪个手去找。他去哪还在左手里找，为什么？就是你老是在 A 点藏东西，他在 A 点找到，但是你当着他的面呢，从 A 点移到了 B 点，他还是去 A 点找东西。这个孩子很执着，不忘初心，对吧？就说明他的客体永久性还是非常幼稚的，比较脆弱的。好，那对自我和他人的概念有了初步的理解，大概在1岁半左右有一个自我意识。所以这一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感知动作思维。非常直接啊，那这个时候主要的这个成就就是形成客体永久性。好，我再接着往下讲。好我们再看前运算阶段，2到7岁，大家一看到前，发现里边有很多关于前这个字儿。所谓的前就是还没有，还到不了运算，前道德还没有道德，前男友前女友，你现在没有男女朋友，前的意思就是还没有。好，那这个时候的特点是感知和动作内化了，内化成表象。啥叫表象？物体不在你面前，但是你在头脑中依然有关于它的形象，这叫做表象。有了表象，所以才能进行什么？叫做客体这个客体永久性。没有表象是做不到的。那这个表象呢，它可以用表象和外部言语描述外部世界。这个是什么意思？脱离了直接性。我们感知动作就必须直接的操作。那么表象和言语呢，都是头脑中一个是形象，一个是符号，是不是？所以脱离了直接。那么还有以下特点，这些特点都要记住，特别爱考，因为很好玩啊，特点非常鲜明。相对具体，具体形象。这个时候孩子他的间接，他不是说抽象的间接，就是在这个，就是我见到的形象的基础上，我还能想起他，就是这种的啊，就非常的具体啊。那不可逆，很好玩。比如你问他，小明有个哥哥叫大明，那么大明有没有个弟弟叫小明？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对不对？不可逆。自我中心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的特点。皮亚杰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我给大家标了一个叫做具体形象思维。在前运算阶段呢，这是一个具体形象思维的表现，它的概念就是要以现实存在的事物的具体形象和表象进行思维，对吧？就是说了它的一个具体形象性。好，回到自我中心性，我们来看一下皮亚杰做的这个3山实验，证明了小孩子既有自我中心性。就是这个是一个小杯士，这桌子上有一些模具，然后他就问这个小杯士呢，从这个娃娃的角度上，能不能看到这边有一个小房子？那这个小房子是你这个小女孩能够看到的，但是娃娃看不到，被前面的大山挡住。但是呢，皮亚杰的小杯士们都纷纷明确地说可以看到。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脱离自己的角度，站在这个娃娃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这叫做思维的自我中心性。刻板性，啥叫刻板性？不可逆叫不叫刻板性？包括后面的集中化也叫做刻板性就是它不能灵活的去变动它。好，集中化也叫做不守恒，因为集中化所以达不到守恒。什么意思？又有一个侮辱小朋友智商的这个实验开始了。这个给小朋友前面2个烧杯，那2个烧杯的容积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问小朋友这2个谁水多谁水少？小朋友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吗？当然是一样多。那么这个时候又当着小朋友的面呢，把另外一个烧杯的水倒在了一个长的量桶里边。那这个时候问小朋友，那哪个水多？小朋友很认真的思考，经过一番这个比对之下认真的给出来了一个答案，
这个多，对吧？这个多，为什么呢？它达不到液体守恒，它的思维只能集中化在一个维度，就是这个高度上，高度比较显著嘛，而忘记了还有一个宽度要作为一个弥补，所以它的思维只能集中在一个维度上，也能说明它是什么刻板性的，所以达不到守恒。所谓集体独白什么意思啊？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围成一团，热热闹闹的开始聊天搜手啊，你听着很热闹，但你仔细听，小朋友们并没有回应别人说话，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就各说各的啊，你说你家的事儿，我说我家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在听对方的，这叫集体独白。泛灵论就是很有童心嘛，认为所有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那小朋友乱扔勺子，你就怎么教育他？哎呀，不要再扔勺子啦，勺子摔疼了会哭的。那小朋友们马上就会触动自己的心灵了。哦，不能这样对勺子啊，对勺子太残忍了，这叫做泛灵论。这一块特别喜欢考他们的特点，又不难啊，请同学们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它。好，那再接着往下看，具体运算阶段，7到12岁，上小学了。具体运算是干嘛了？学算术呗，加减乘除法背到你哭。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1年级还是2年级啊，学这个加减乘除法。哎，老师把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叫到教室外面去，谁背会了谁回去，背不会就在外面使劲背，背到会为止，对吧？这叫具体运算，你必须要做运算了。什么叫运算？内部可逆的动作，1加3等于4， 4减1等于3，这才叫做运算了，对不对？那你不能可逆，那你还在前面一个时期。逻辑，啥叫逻辑？我们老说老罗的逻辑思维，逻辑就是规则，你的思维要遵循规则，加减法它就是一种规则，对吧？好，那儿童的思维已经服从逻辑规则，但是你这个规则必须非常具体，不能抽象。我们怎么学加减法？哎，你绝对不是上来就要孩子背，而是一个苹果再拿一个苹果，几个苹果，对吧？再拿一个苹果，几个苹果，就是用这种模具非常具体的去教给他。那8岁左右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形成了课题守恒。你这个时候再用烧杯和量杯侮辱他的智商，对吧？他不接招了，人家能够见招拆招。这一阶段的儿童的发展特点，去集中化，因为去集中化，所以达到了什么？守恒了，思维不再集中在一个维度上。去中心性，我可以站到那个娃娃的角度上去回答问题了啊！那个娃娃看不到后面的小房子，思维可逆，知道 a 大于 b， 也知道 b 小于 a 了。所以说我也知道啊，1加3等于4， 4减1等于3了。那么啊，其中去集中化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啊，就成熟了，我可以达到守恒了。OK 啊，到最后一个阶段，形式运算阶段，12岁以后。形成抽象的逻辑思维。什么叫抽象逻辑思维？就是你的思维的规则不再那么具体了，而是比较抽象。什么是抽象？概念、理论、假设，这就比较抽象。根据假设对命题进行推理的能力不断发展，思维水平开始接近于成人。那这个时候你从做数学题上就知道了，动不动就让你设谁等于谁，对吧？设什么什么等于 x， 设谁等于 y。这个时候你做这种假设题就做得得心应手。那你在这个具体运算阶段，你连设个 x 都很难给孩子交代明白啊！我曾经就有一个惨痛的经历，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意气风发，暑假正在家看电视呢，我隔壁家的大姐姐来了，说他们家的这个小朋友3年级在家做一道题做不会啊，他也不会讲，他请我去讲。哎，我得意洋洋的跟着去了啊，要展现我学霸风采的时候来了，对不对？3年级我还讲不了你。结果到那里，我第一句话，是吧，就把我搞崩溃了。那个题是一个鸡兔同笼的题，就是有几个脑袋、几个脚，问你这个笼子里头有几只鸡、几只兔子。好，我看这个简单啊，我上来就设鸡等于 x 个，那小朋友一句话就把我搁那儿了。为什么要设鸡等于 x？x 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跟他没办法解释什么叫假设啊！最终我搞了一晚上，对吧？我跟他妈妈搞了一晚上，又是上网又搜索，啊，原来对3年级的学生要怎么讲？要画出来。比如说这是一只鸡啊，2条腿，这一个兔子4条腿，你要一个一个画出来，帮他数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上来就设 x， 那小朋友上来就把你搁在这儿了啊！你不要以为辅导小学生很简单的，对不对？
因为你度过了这个阶段，你已经忘记了人家这个具体运算阶段，它还没有办法达到很抽象的思维。好啊，抽象逻辑思维就是用抽象的概念和关系进行的思维。好，我们来看一下皮亚杰的它的要点。这个要点并不是重要的点，而是他强调的点，你看一下就行了。重要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发展的起源，对吧？发展的实质。第二个是发展的影响因素，第三个发展的形成的结构，第四个发展的阶段。那么后面呢，我们去了解一下。他认为是连续的，但是是有阶段的啊。你在量变的过程中有质变，那有各个阶段有它独特的结构，可以提前可以推迟，但是次序固定。啥意思啊？你即便是个小天才，你也不能从前运算直接蹦到形式运算。那中间的具体运算你绝对得经历，只不过你是天才的表现，就是比别人要早一些罢了啊。那每个阶段之间允许是有交叉的，你不是说我到了第二周岁的生日，我马上蹦到下个阶段去了，对吧？它有交叉。然后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但是它们俩有质的差别，这才叫做这个飞跃式发展嘛。同一阶段内认知能力水平相当，你都是前运算阶段。咱俩谁也别嘲笑谁不会质量守恒了，是不是？我们俩哼哈二将，彼此。第六个啊，就是你的新水平是多因素的新融合和新结构啊，就看一下，通过同化和顺应形成新的图式。好，要点去理解，不用管它，后面直接啊抛弃它就可以了。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对教学的启示，它可以结合教心啊，对不对？首先第一个。是活动教学法、认知冲突法的理论基础。啥叫活动教学法呀？这个跟建构主义有关系。建构主义非常强调教学的情景性和实践性，他认为任何的知识不能脱离实际活动，一定要在实践中去学习，所以叫活动教学法。那认知冲突法是什么意思啊？你的图式你怎么样更新换代啊？你必须有认知冲突才知道啊，当前的图式我 hold 不住我的新的挑战了，我必须通过顺应的方法把它升级换代，所以这叫认知冲突法，先暴露冲突，再升级图式。那它启示我们教学应当适应学生的认知结构，这一个也很重要，你要记住它。这是皮亚杰和后面维果茨基的差别。维果茨基认为啊，我们要引导教学要走在发展的前面，而皮亚杰认为，我教学不要太快，你必须适应孩子的认知结构。你如果在前期运算阶段非得教给他加减乘除，教给他守恒，啊，他学不会，你还要说他笨，那不是孩子笨，是你傻，对不对啊？当我们很多时候长大了之后，你真的就忘了你小的时候幼稚的状态的思维状态了。你以为是他们笨，其实是你傻，对吧？你忘记的东西，发展心理学会重新提醒你。这就是学发心的人，以后当了父母就不会那么盲目了啊！就非得我要开发，我要提前的做早教，那些东西啊，其实就是父母的焦虑而已。好，那我们学完了这个皮亚杰了，对吧？我们可以把皮亚杰自己画一个框架啊，通过那4个问题展开。后面我还会给大家一个大的框架。好，我们再解决维果茨基。维果茨基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它里边的内容也非常多。很多同学好不容易熬过了认知了，又来了个社会文化，哎，感觉更宏观，不像学心理学，跟学政治、跟学社会学似的，对吧？这就是文化历史学派它独有的一个宏观的视角。维果茨基、维列鲁派就是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啊。维果茨基、列昂杰夫和卢迪亚，他们是3个代表人物。维果茨基，你看很帅，对不对啊？仪表堂堂，啊，之所以没有放他老年的照片，是因为他只活到了38岁，英年早逝。大家可想而知，他这么年轻，已经建立了一个这么宏观的、这么伟大的这个理论啊！他要再多学活几年还了得，对吧？都会超越皮亚杰了，对不对？那这个理论里边呢，我们依然还可以通过4个方面，就是你要了解文化历史学派的它的基本的观点是什么。第二个，他要回答发展的实质原因和标志，其实就是3个小问题。第3个就是关于教学的3个重要思想是什么。最后一个是内化学说。那这个里边呢，
比较重要一点的，其实都也比较重要，不太好去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总结啊，理解的基础上做总结。那这个3个教学的重要思想可以和教心去结合，所以要重视一下。那么第二个有很多小问题，你要会回答啊，为什么发展，对吧？发展的比较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个也要回答，因为312啊，这10多年大题里头他就没考过维果斯基啊。我肖老师自己1、2年考研的时候，我自己就呀，他大题总得会考一下维果斯基嘛，要不然他的棺材板都盖不住哈。我那么伟大的理论为什么不考？就是憋着不考，就是憋着不考。所以说我每年都会提醒同学们，一定要重视它。那么多理论来来回回考了，凭什么不考人家老维？就是因为人家英年早逝嘛，对不对？哎，他的理论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来感受一下啊。哎，首先，维列鲁派文化历史发展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他讲了很多，我们先摘取关键词出来。一个是工具，我们狭义的工具就是指物质生产工具，比如说啊，刀枪剑戟、电脑、手机，这都是工具，有低级的，有高级的，对不对？物质生产工具。那么这个工具，广义的工具还要包括一个更牛逼的，叫做精神生产工具。啥叫精神生产工具？语言和符号。你先把这2个标出来。工具包括物质生产工具和精神生产工具。OK， 那我开始往下讲。那么工具的产生和使用使人产生了新的适应方式，叫物质生产的间接方式。所以人就区别于动物，以物质生产的间接方式适应自然。什么意思啊？你不用背它，你去理解它。我们想想，如果人以肉身适应自然的话啊，那人是不是在自然界其实很弱的一种存在，是吧？他是一个战五渣，跑不快，也不会飞，水里就淹死了，是吧？不学游泳就淹死了。所以你这个人干啥不行，还吃啥不剩啊！这个可怜弱小，但是能吃。他如果到了残酷的自然界，人很容易就被吃掉了，是不是？但是人聪明在他有脑子，是不是？他用脑子来这个创造工具，所以说让人的心理发展不再受制于生物进化规律的制约，而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什么意思？动物不会制作工具，所以动物只能忍受着这个基因所导致的本能的指引，去一辈一辈的传承。你看动物几千年、几千万年，它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因为它不会往前走，它只能是生物进化规律、基因本能的指引啊。你比如说负鼠跳海自杀啊，这个鲟鱼溯回产卵，一死一大片，而且是白白牺牲，毫无道理。他们不会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样去做有啥意义？不会去思考，只接受本能的指引，对不对？所以说，动物就是复读机，几千万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而人不一样。人社会发展，人的工具就变得越来越强大，是不是啊？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脑、机器人啊，这个工具越来越强大，是不是？哎，那我们的人学会使用工具，就称霸这个丛林，走出了丛林，成了高级文明的人类。当一个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时候，那人的最终极的文明就出现了，就是语言和符号，对吧？每个民族如果说它的文明高度发展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民族的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叫做精神生产工具。那么这些工具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间接的心理活动得以产生和发展。我们不用再去重复上一辈人的这个一辈子之后才能总结出经验，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语言、通过文字、通过人类的文明、通过书籍的传承，一代比一代强的往前发展，是吧？这就叫做精神生产工具的伟大之处。我们说你生而为人的话，我们就不是那些蜉蝣，不是那些低等的动物。我们人可以现在发展到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对不对？生而为人，你的高级感一定要活在你要多读书、博览群书、胸怀天下，活出人的这份高级感，是不是？这种高级感就是我们的物质生产工具和精神生产工具带来的。好，这是它的基本观点。
我们标出关键词来吧，两个工具。共同的特点使我们间接的心理活动得到了发展。我们坐到电脑面前，我们听着课，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知识升级。好，那发展的实质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从低到高发展。从低到高发展，我们为什么就能一代一代的从低到高发展呢？因为社会在发展，是不是啊？它的发展的原因3个方面。从社会的角度上讲，从个人的角度上讲，从过程上讲我们分别3个角度来说。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讲，因为这个社会在发展，它起源于社会历史、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但是又受制于社会规律，起源于它又受制于它。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当前大家考个驾照已经没有什么好装逼的了，对吧？人人都考驾照。那你想装逼，你只能考什么飞机驾照了。那有可能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你再想装逼，飞机驾照也普及了，你得考宇宙飞船驾照，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开个车都是平常的事情。你隔50年前，那会开车的人老牛逼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你的心理机能和它相匹配，但是又会受它的制约。好，包括我们现在学外语。我们学英语、学德语，这是外语。有可能几十年、几百年后，你的外语叫做外星语、火星语、土星语、木星语，那才叫外语。好，第二个，从个体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怎么能够变得高级呢？怎么能够去参透人类发展的这个秘籍呢？你必须掌握语言和符号，对不对？怎么掌握？和成人的交往中学习语言、学习符号，对吧？才能参透这个人类发展的秘籍，才能在高级中分一杯羹。没有文化的话，你想变得高级是很难的，是不是？一定要有文化。那么第3个就是我们高级的心理技能怎么来的？它一个过程是不断内化的结果。后面我会在这个内化理论里中去说到底怎么内化来的。好，那下面还有4个标志。就是怎么就标志着你这个人高级了呢？你这个人就是逼格比较高呢？有4个方面，就是心理活动随意机制。这个随意不是任性这是随你的主观意志。我们人类，我们想发明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做到，这叫做随意机制。那心理活动的抽象概括机能，我们必须通过表面看到本质，而不是一些零散的一些这个零碎的经验。而是我们要总结出理论来总结出真理来。那第3个，形成间接以符号为中介的心理结构，所以这个一定要语言传承文明，语言符号传承文明。第4个，心理活动的个性化，这就是牵扯到建构主义，每个人建造自己的房屋。虽然外部的材料是一样的，虽然这个人类的文明都放在这里了，但是你能够学多少，是你自己的个性化的问题你说你建造的东西跟别人一样，如有雷同，必然是抄袭，对吧？就像小4鱼妈之流如有雷同，必然是抄袭。每个人自己的房屋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所以说4大标志：随意、概括、间接、个性，对吧？间接个性，这是4个代表你这个人很牛逼的一个标志。好，那我们再往下看3个教学的重要思想。他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最近发展区。这是对教学影响深远的一个概念。它虽然简单但是非常科学。包括我记得肖老师，我毕业的时候去找大学的学校的工作，在面试的时候就会让你去回答什么是最近发展区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那说明它重要，它还会再去考。最近发展区，你要知道有2个水平，一个是现有发展水平，一个是潜在发展水平。它们这个之间的差异叫做最近发展区。那你知道现有的发展水平我知道我考一下就是现有的发展水平。那什么是潜在的发展水平呢？我说我有潜能，我当国家总理呢你不能瞎胡说。什么是潜在的？就是在有指导的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水平。我给你一个老师的指导，对吧？给你一个什么那个教程，你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个就叫做潜在发展水平你不能瞎胡吹，我潜在水平高了去了，看不到边不会的，还是有边的。这2个的差异就叫做最近发展区，教学创造着最近发展区。比如说，在你自学了一遍达到的水平，
以及听肖老师讲完之后啊，就跟你讲什么叫最近发展区，举一些例子，你有一些更深刻的了解啊，以前的误区没有了。这2个水平之间，哎，你从这个水平提高到这个水平了，这个区域就叫做什么？最近发展区。哎，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图里边，最近发展区是什么颜色的？啊，就像一个夹心蛋黄一样，是这个紫色的这一块，最里边是自己可以达到的。那紫色的这个边缘是在帮助的情况下达到的，它们2个一减就是这个紫色的环。那你一定要看到外面还有一圈蓝色的环，它叫做什么东西？即便是别人指导，你也做不到的。你不要用最近发展区去要求所有的孩子一定在有指导的情况下飞速发展，因为即便是你怎么指导啊，他的这个认知水平有限，他还是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所以说，他的最近发展区是有界限的啊，是有界限的。那么我们教学里边多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要把小朋友啊，就比如说让他摘苹果，要把这个苹果挂到小朋友跳一跳就能够得到的地方。如果苹果挂的这个太低，孩子就不会去练习跳跃；如果挂的太高的话，怎么跳都够不着，它会让你产生挫败感的。所以说，最近发展区叫做什么？跳一跳能够够得到。好，那既然有最近发展区了，他就承认教学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没有教学的话，那你当前的发展水平还是太低的，那怎么办？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他很看重教学，对不对？定义为人为的发展，它决定了智力的发展，啊，决定了方方面面它的内容、它的水平、它的速度，是不是啊？教学它非常看重教学，这个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了。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而皮亚杰，我们再重复一下，皮亚杰认为教学和发展的关系是什么？教学应该依从发展，是吧？依从心理的发展。好，第3个，学习的最佳期限，这个你要会说，什么叫做学习的最佳期限呀？很多现在家长非常焦虑的，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没有出生呢，就一堆的早教、一堆的胎教安排上了啊，恨不得小学的时候都要拿个博士学位，是不是？就是生怕错过了学习的最佳期限以后后悔。那有没有啊？经过很多人的研究发现，确实有这么个最佳期限。什么叫最佳期限？就是你脱离了这个时期呢，对整个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它会让你的发展变得比较缓慢，是不是？那这样一说啊，没有人敢掉以轻心了啊，谁都害怕错过孩子的最佳期限。那么下面的黄字是需要同学们去理解的基础上做记忆的。他解释了啥叫最佳发展区。首先，他强调了必须以成熟和教育为前提，不要拔苗助长。还没有具备爬行的能力，非得让他练习爬梯子，对吧？这个就不科学。必须以成熟和发展作为前提。但是最重要的是，教学必须建立在正在开始的心理机能的基础上，但是呢，要走在心理机能形成的前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没开始之前就忙着，这叫拔苗助长了，对吧？它刚刚开始萌芽这种状态，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时候施加于教学是最佳期限，不能太早。太晚的话就已经形成了，在教育也没用了，对不对？已经成才了，教育也没用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在正在开始形成啊，但要走在它的前面。或者一句话就正在开始，但尚未形成，就正在开始形成。好，这是学习的最佳期限啊。这个东西啊，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啊，他确实是有一些时候他比较敏感，他学习一些东西特别的快。就是甚至你不怎么教他，还有很强的悟性会学会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个亲戚家的孩子啊，就是我一个表姐家的孩子，一个男孩儿，哎，3岁多的时候啊，一听见各种的音乐就开始跳了，跳的那个律动特别好，就是我都怀疑是不是有专人教过他，没有，就是自己跟着瞎跳。哎，当时我就跟我姐姐说，哎，他有这个天赋啊，一定要好好的去培养他。就我姐不以为然，她不喜欢男孩子跳什么舞呢，对不对？就没管他。结果过了没2年，我再看啊，我的这个小外甥，再给他放什么音乐让他跳，特别害羞，一点都不跳啊，就是很冷漠。
就是完全过了这个时候了啊！你没有跟他这个教学，他就自然而然的就遗忘了，就不再去跳了，就真的有可能就是错过了这个最佳期限了。好，那话说来了，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为什么我们心理机能要从低到高发展呢？其中就有一个层次，就是它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什么叫内化？内化还是两个工具，一个物质生产工具，一个精神生产工具。这两个工具的帮助之下，我们把人类发展的产物文化转化成自己内部的心理结构。好，怎么理解？很好理解。你现在怎么学习呢？通过物质工具，哎，你的网络、你的电脑、你的笔记本啊、你的 Pad、你的手机都可以，这都是物质生产工具。那精神生产工具呢？哎，咱们是语言和符号啊，我说我写啊，你听，是不是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把心理学的知识转化成你内部的心理结构，是不是？你要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把书上的变成自己脑子里的，这个就叫做内化学说。我同样讲的，同学们同样坐在那里听的，我敢说10个人有10个不同的心理结构建构出来，这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和你的动机和你的努力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啊？这叫做内化学说。我们如何把文化的传承变成自己的东西？好，那我接着往下看啊，这个对教学的启示一大堆，我再给大家来划分一下，就是要分一下类，你就大概了解。支架教学包括这个要不断获得学生发展的反馈，并提供处于最近发展区内的难度适当的学习材料，包括指导合作学习。这3点呢，它都是最近发展区的教育思想，就是要给他指导。这个支架学习就是老师的指导，就像一个支架一样。然后呢，最近发展区内的材料，对吧？然后合作学习，合作学习也是同伴之间的相互帮助。所以他们说的都是最近发展期的关系，要有指导，有帮助，对吧？然后促进它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应用于情景认知理论及其教学模式，重视社会文化对儿童的影响。这个东西又回到了建构主义。我前面说了，建构主义强调什么？情景教学，强调学习一定要在真实的情景中、真实的社会实践中去。所以说有情景认知，还有什么社会文化，这都来了，还是他们的老思想。前面的一段说的是最近发展区的思想，后面的这一句说的是什么？建构主义的思想。你能够理解就行了，没有必要我一个字不差的我要把它背下来，先理解它。OK， 那我们再来最后一个生态系统理论，这个就清爽多了，一页 PPT 搞定，对不对？然后5个生态系统，提出它的叫做布朗芬布伦纳，他是出生于苏联，那5岁左右搬到了美国去。这就为什么他提出来生态系统理论，因为他的生态系统理论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每个人提出来的东西跟自己的经历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布朗芬布伦纳啊，你不要看他叫小芬小娜，人家是个纯爷们儿。他呢提出来的这个模型，强调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中，这些系统。在这些系统中，环境和个体是相互影响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相互影响。因为下面的学习你看起来更多的是从环境怎么影响人来说的，但是人同样反过来可以影响环境。好，我们先来看怎么影响人的，这叫做4+1个维度：微中外宏加时间。时间呢，它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时时刻刻改变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所以它嵌套在最外面。好，最里面是什么？微观系统。微观系统是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什么是直接环境？小的时候只有家庭，长大之后学校和小伙伴，这个就是微观系统，是孩子直接接触的。那中介系统它没有新的内容，它是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或者是相互关系。什么意思？你在家庭中有一个生态系统，你在学校里，在这个和老师和同学又有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的关系如何？比如现在的，尤其是小学教育，特别注重家校联合。我在学校里和在家庭里边的东西要进行一个绑定，进行一个统一，对不对？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中介系统其实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我就曾经看过一个社会新闻，一个小女孩，对吧？她放学的时候就是有家长来接嘛，有一个其他的同学的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掉了一个钱包，钱包里边放了
大几千块钱，被这个小女孩捡到了。那小女孩很快的交给了老师，因为学校里要倡导要拾金不昧嘛，要做好孩子，交给老师，老师很快找到了失主，然后呢，把这件事情当好事跟他爸爸妈妈去说去了啊，要让他爸爸妈妈回去夸奖他。结果他爸爸啊，这个人渣，回去之后揍孩子啊，揍孩子的时候边揍边说：“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对吧？谁会把到手的钱送回去？”这小女孩是不是真的是崩溃掉了？因为她的中介系统环境太恶劣了，学校里学的是真善美，家里头又教给你另外一套啊，谁信这个东西谁是傻子。那这个家庭和学校的这种礼义的连接是特别差的，对这个小朋友来说，他从小这个三观就是三观就受到了冲击。所以说中介系统一定要保持稳固，不要你在家里一套，学校一套。好，外层系统，外层系统是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是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什么意思？就比如看例子，父母的职业。还有你这个社区的条件，你儿童能够决定吗？对吧？这不好决定嘛。你爸爸妈妈，那我如果能决定，我当然想让我爸妈当这个大官儿，是不是？我当个富二代，你决定不了，然后你社区环境也决定不了，你只能被动的去接纳他。但是对孩子又有影响，怎么影响？就比如说你父母的职业直接决定了你的经济，你从小到大的这个家庭经济环境。社区的条件，孟母三迁，昔孟母择邻处，就是找一个好的社区条件，是不是？它的治安要好，文化文化理念要好，这是外层系统。好，那宏观系统更大了，它是站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角度上，社会文化价值风俗、法律及其文化资源。还有一个特点，不直接满足儿童的需要，但是对内从各个环境提供支持。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国家的，先不要说直接保护的这个未成年保护法吧，就说这个劳动者保护法，它虽然不是直接保护儿童的，它会不会影响？有啊，它会影响你的父母啊。你比如说现在父母都996去了，都11、11、7去了，谁在家看孩子？那你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你爸妈全都是社畜，在外面工作呢。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都见不了爸妈，你的孩子的成长会健康吗？从这一点就看出来，这种看起来没有直接影响的，但是影响是很大的劳动者保护法。好，那这是宏观系统。那你看我前面说的布朗芬布伦纳5岁的时候从苏联跑到了美国去，什么发生了个巨大的变化？方方面面都在变，尤其是宏观系统变得就是翻天覆地。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政治体系，是不是？所以他思考的比较多嘛。第5个时间系统，对吧？它任何的变动都会影响着个体的发展方向，任何的，就说这个劳动者保护法都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时间系统。而且我们一定要相信，你小的时候，你可能比较被动的接受这些系统，你家里穷或富，对吧？你的住的家庭条件好或差，你决定不了。但是你越长大，你越有能量反过来反作用于这个环境，是不是反作用于这个环境，就是比如说我的有一些来访者，小的时候原生家庭给了他很多的创伤，然后一直走不出来但是现在已经20多岁了。然后我最后鼓励他，我说，在你身上我还是看到了那个蜷缩在角落里哭泣的一个小孩子。但是你本身已经长大了，你有足够的能量去改造你自己的生态系统了，是不是？你可以创造自己喜欢的家庭模式以及你周围的人际关系，你都可以自己去选择了。你有能量了，而不再是那个没有能量的被动接受的小朋友了，是不是那我说什么样的人其实心里的韧劲最大呀？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它就像一个植物一样。随便把它扔到哪个角落，什么样的生态环境里头，有人管没人管，浇不浇水，它都能像一株死不了的植物一样，自己默默的就长出来，生根发芽了，对吧？你越长大之后，你越有能量，你去选择，你去改造，你重新考一个好的大学，你找你自己喜欢的伴侣，形成你自己认可的家庭氛围，是不是？这是生态系统理论，你要看到个人对环境的选择，不要只被动的去控诉环境对你的伤害。
好，这是生态环境系统理论，我说的稍微多一点。好，那这个里边呢，我们5大理论我已经讲完了。精分、行为、皮亚杰、维果斯基，再加一个生态系统。那我把这个简单的这个要点都罗列在这里，同学们，剩下的作业是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业，把每一个都展开的说。比如说皮亚杰原因和实质是什么？主体通过动作对客体的适应，因素什么？成熟后天的物理因素、社会因素加平衡。那结构图式同化顺应平衡阶段，这个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运算、形式运算，这些都展开。你要觉得你有足够大的纸，你还可以把每个阶段的特点写出来，你继续写，我不拦着你。这个要交作业，微博里边艾特我啊，微博里边艾特我，要交作业，我给你们一个外部的监督以及一个直接的强化。好啊，那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学后面的内容，因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已经解决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章剩下的内容，我们快速的讲了，就是争论的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一般不怎么有争论了，因为已经有共识了。我们快速的看。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争论，是先天的遗传还是后天的环境决定了我们心理的发展，就分为不同的派别。我们看他们怎么站队，主要用选择题的方式来学习，能够对应上遗传决定论。那很明显认为是遗传是决定性因素，是先天的。代表人物高尔顿、霍尔、詹姆斯，你能够连线出来。高尔顿他这本书名就暴露了他遗传的天才。是不是？他和达尔文是表兄弟，他们的家族就出了很多名人。哎，他的这个血缘的族谱研究，你发现这个家族里头啊，这个名人多的就出名人，那这个人渣多的就多出人渣，就是跟你的遗传是有关系的，对吧？那霍尔复演说，哎，复演说前面也说过了，儿童他复演了种系和种族的发展，这个成人要称他为一个老祖宗啊，小祖宗。啊，那霍尔还有一句杀伤力极大的话，叫做“我1吨的这个教育都比不上1两的遗传”，看起来很扎心，但似乎是事实。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成功有100%的汗水，1%的灵感，但是这1%的灵感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后面这句话被我们人为的忽略掉了，是不是？那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天赋还是很重要的。还有詹姆斯机能主义的创始人，一样是占先天论的。你要记住这3个人。但是你不要学了之后就特别的悲观了，你就觉得我出生就决定了我发展的高度了，那我还要努力干什么？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当前的考研的学习远远达不到比天赋的那个水平啊！你努力到极限之后才是比的天赋，咱们现在还根本动用不到天赋，是不是？就是比的就是你的一个努力。你想想，大家谁比谁差，都是考上来的大学生，对吧？我们这个考不上来的已经被淘汰掉了。那谁又比谁好到哪里去啊？你在这儿老老实的考研，又没有保研，又没有自己去像比尔盖茨一样开公司，是不是？我们都是那个智力正态分布的中间的那一小撮，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自大。哎，所以老老实实的努力会决定你最后的这个成绩。环境决定论，那就是后天的，对不对？后天的。那行为主义，华生一定有，给我一沓孩子，牛都吹出去了，所以就把它盯到这里了。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谁啊？洛克白板说是不是后天论者？好，还有一个2因素论，他认为环境和遗传共同起作用。那怎么共同起作用呢？什么叫2因素？它跟交互作用论有什么区别？他认为你起你的作用，我起我的作用，他们2个可以拆分开，也可以直接加起来，对不对？他们2个没有啥纠缠的，你独立起作用，我独立起作用，这叫做2因素论。那么它的代表人物叫做施泰伦，这个东西这个人你可能不太熟悉啊，但是你看英文名 Stern， 他有的书上翻译成这个叫做斯腾，或者是施泰恩，对吧？你的那个普心里边，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咱们的比例之上 ，IQ 等于你的心理年龄除以生理年龄，是谁提出来的？就是他啊，就是他。你不要换了一个艺名就认不出来了。他和施泰恩啊、斯腾啊说的都是一个人。好，相互作用论，他就来了。
你二因素论认为你们是这样独立起作用的，而我认为是交叉的纠缠着起作用的，对吧？就比如说皮亚杰相互作用论，包括谁啊？班杜拉是不是交互作用论？包括维果斯基是不是交互作用论？都是啊，你都可以补上啊，他们都是相互作用论。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啊？当前达成的共识是什么？就是它俩都起作用，是交互起作用。怎么交互起作用？用复杂的方式交互起作用。具体怎么复杂的，我们不用深究太多啊。你可以了解一下这句话：心理结构作为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反过来也会影响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你之所以长成一个现在的模样，就是一个共同的塑造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小朋友，他从小生下来带了一身的这个，带了一身的这个演唱的这个细胞，但是艺术细胞非常强，他这个唱歌的天赋很高，但是他父母喜欢画画，没有发现他唱歌的天赋，硬是摁着他去学画画，但是学画画他并没有太强的天赋，纯粹靠努力。那么一直到了大学，他的画画水平虽然还不错，但是也不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到大学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唱歌的天赋，于是就开始组乐队，然后当主唱然后发唱片。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先后天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最终形成了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画画里边唱歌最好的，唱歌里边画画最好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是先后天的一个共同塑造的体。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争论：发展是连续的还是阶段的？分成两个派别，渐进和阶段，很好去区分它到底是渐进的还是阶段的。渐进的就是这个理论里边，但凡是没有划分阶段，就比如说行为主义社会学习理论班杜拉的，他划阶段了，没有通过年龄阶段来为难你，是不是啊？信息加工理论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认知把人比作计算机，计算机是怎么样进行信息加工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理论，他们都认为心理只有量的累积，就像这个计算机要不断的学习迭代一样，只有这种量的累积，没有这种飞跃式发展，这是渐进论。那么阶段论呢？皮亚杰4阶段，弗洛伊德8阶段，埃里克森弗洛伊德5阶段，埃里克森8阶段，他们都划分了阶段，你背起来特别痛苦的，这种都是阶段论，对不对？他们承认我们的发展会有质的飞跃而且阶段和阶段之间是，你这不同的阶段之间，它的它的这个心理机能是完全不一样的。OK， 很多同学被这句话所误导，百思不得其解。他说阶段论认为心理发展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但是这句话并不代表了他否认心理发展有连续的过程，感觉有点矛盾，是不是？你比如说皮亚杰，他的阶段的要点上专门强调了，虽然他划分了4个阶段，他专门强调他的理论既是阶段性的，又是连续性的，是不是既是连续性的，又是阶段性的。你就思考一个问题，哲学的问题就行了。有人能否定量变，只肯定质变吗？就是我质变之前没有量变，那你是僵尸你这梆梆梆的跳着走，是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这句话千万不要理解成它否定有连续性，它只是强调一下我的心理发展是阶段性的，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是一个连续性的你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当前的公式当然是统一了，你在质变之前都是量的累积直到走到一块儿，哗一下飞跃过去。好，我们再来看儿童的发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是有内部的动机引发的，还是有外部的因素促使你的？包括我问你，你考研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谁的？别人要求你吗？还是你自己自发的想去的？对不对？你这个问题想明白你对这个发展的争论就可能有更深的了解。机械论就是什么？我就是人就是被动的，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别人给我刺激我就做反应。谁来了？华生，感觉华生做错了什么？不就吹了个牛嘛，来回被拉踩一有对比就把他拿出来拉踩，是不是？那谁让他旗帜鲜明的说我就是一个外在的，就是一个被动的，对吧？就是 SR 呢，是不是？那到了机能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皮亚杰，像建构主义它都是机能主义。我人怎么发展？我人有主动性，内在的
啊，通过这个外在的因素相互作用起作用的。那么内在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尤其是你比如说心理发展是源于内部的机体的它的动作啊，它的动作。好，它是机能主义。当前的共识是什么？谁最重要？内部因素、内部矛盾是最主要的，对不对？你别人给你多少外部的刺激啊、奖励啊，还有这个或者是惩罚，如果不能触动你的内心的话，那你的学习还是什么？还是没有动力的，还是没有意义的。唯有你自己的内部动机被激发出来，哇塞，那个学习是超级厉害的。我希望同学们的考研都是由自己的内部动机，找到你们真正喜欢的学科，然后选择你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那这种考研对你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好啊，我们接着往下看，第4个就是关键期有没有关键期？就是那个维果茨基已经探讨了，那有没有发展的最佳期限？这个跟关键期很相似，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一下2个关键词，一个关键期，一个敏感期。所谓的关键期，它比较绝对，他说只发生在生命中的一个固定的短暂的时期。这个时期你要不这样做，那就后面就真的就没有了，想弥补完全不可能。你说什么证据啊？包括这个洛伦兹的印刻现象啊，就是非常好玩，就是鸟类的印刻。洛伦兹生物学家、生物习性学家，哎，他会发现鸟类啊，就是小鸭子刚生下来，它的依恋就是它的关键期。它睁开眼睛看见会动的那个东西，它就开始认它当妈妈。于是他收养了一堆啊这个小鸭子，对吧？小鸭子把它当做妈，就在后面跟着它，这就叫做印刻。就睁开眼睛那几分钟就太重要了，对吧？你如果错过了，它这个小鸭子的真妈就认不回来这些孩子了啊，就这么神奇。哺乳动物的双视觉啊，还有一个实验也比较残忍嘛，把一些小猫咪生下来就关到一个小黑屋里1个星期，关了1个星期再放出来，它的视觉它就成一个瞪眼瞎了，它就再也没有办法形成比较正常的视觉了，对吧？错过了视觉发展的关键期。恒河猴的社会性发展说的是什么？就是依恋的发展。你在小猴子小的时候给它剥夺这个母亲对它的这个关爱，那么它长大之后它就建立不了正常的跟其他猴子的人际关系了。人类语言的习得，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狼孩啊，很悲惨的一个小 baby 流落到郊外了，被狼收养了，长大之后7、8岁再回到人类社会，再也学不会语言了，对吧？狼孩。包括扎心一点的说，我们学外语，你在6岁之前如果就开始外语的学习，你有可能啊变得和外国人一样说的那么流畅，但是6岁之后再这样想学这样学就很难了，对吧？扎心一点说，我们学了多少年的英语啊，到现在了啊，还在那儿死磕低级词汇呢啊 ，abandoned 是吧？还从 A 开始记呢，然后呢那个还是哑巴英语啊，盲人英语，那个聋子英语呢，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关键区错过了，就不好去发展了。后面呢我们说温和一点，叫敏感期，不是说错过这个阶段就再也不来了，而是说错过这个阶段之后啊，就是怎么说，就是你也可以补，但是你要想达到前面的那个成就啊，那个效率就很难了。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以一些特例，那摩西奶奶啊，这个70岁学习油画，80岁还能开画展，是不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再学习也不迟，但是有些东西是有敏感期的。你比如说，这都是研究得到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尤其是有些东西，体育竞技的，它是需要童子功的。你小的时候不练，你长大时候再怎么练啊，你就是个业余水平，玩一玩就行了啊，再也达不到那种童子功的水平了。好，这个就是敏感期。这就代表了我们教育确实发展，确实发现有些东西你在某个时期一定要关注啊，比如说你的小朋友，你有一个小孩子，你的2岁前一定要好好的去给他建立这个依恋啊，不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忙于自己的事情不管他。那么再往后呢，就是这种隔阂，你不要认为血缘是天然的，如果没有后天的这种建立依恋的话，那这种隔阂可能是一辈子难以去弥补的。好，那我们学到这里的话，第2章的内容就学完了，很多，对不对？尤其是这是一个大部分，一定要好好的在我讲的基础上
理解了之后去做自己的框架的梳理。这块如果你听不懂，你可以多听几遍啊，你可以暂停思考，也可以回过头去重新听。这一块我们基础阶段一定要好好打好基础。必考内容在大题里头基本上也是大概率必考的内容。OK， 那基本的问题你大概了解，能够做选择就可以了。OK 啊，别忘了交你的大作业啊，这个主要理论的大作业。OK， 那我们第2章就先学到这里。